大吗？啊，大了啊。那我们就不聊孩子的事儿，就聊聊你们的事儿，好不好？为什么离婚呢？我受的委屈了，我10多年来我都不愿意说出来的。我见到你，我真的害怕。啊，我现在身体都是发抖的。啊，结婚的时候了，我带他去见我的父母的时候，我父母对他特别好，他做一个爸爸，做一个妈妈的，我妈妈也挺喜欢他的。然后呢，给他买衣服，给他红包。等他带我去见后，他父母对我不冷不热的。当时我就很不理解，我父母对你这么好，可是你父母为什么这样对我呢？可是我问他的时候，哎呀，是跟我过一辈子，也不是跟父母过一辈子。他说我家里很穷，但是我会对你好一辈子。好，你家里穷没关系，我只要你对我好，你能争气，能跟我同爱我一辈子，我相信你。我们学生结婚的时候，当时我肚子里有3个月的孩子了，那我必须要办酒席是吧？他说：“小桃啊，那我得去准备一下啊，办个酒席什么的都需要钱，我就准备一下哈。”我说好，那我在妈妈家，你就放心，你就去吧。结果一早之后，10天、20天、1个月，我没见他回来。当时我就告诉我的父母，我说：“妈，可能他比较忙，我先得回去找他。”我回到家找他的时候，他父母说：“我的儿子是跟着你找的，你怎么来找我呀，孩子呀？”等于他失踪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我都不见。反而他妈妈说：“我的儿子是跟你找，你把我儿子叫回来。我儿子回来了，你就可以回来。你儿子不回来，你没有资格待在我这。”但是我身上都没有钱了，我身上只剩下40块钱。他妈妈把我扶出了家，我不知道怎么过。3个月的孩子在肚子里，一天一天的长大了。当时我就想，我都不活了，我受了这么大的气，我怎么活呀？我不跟上父母说，我不跟着兄弟姐妹说，那我怎么办呢？看着我的朋友、我同事不同情我、可怜我，还给我衣服，他们就近给我吃，免不给我地方住的地方，我就这么坚强的看同事帮助下生活下来。等到我快要生孩子的我再去找他的父母，我说我没有伤害你的孩子，你孩子去哪里？你敢告诉我？他都快做爸爸了呀！你干嘛去了呀？不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时候本身我就在外面打工，没多少钱，结婚要一笔钱，我就没告诉他爸爸妈妈，没告诉他，我自己偷偷的走了，去找了2个哥们，一块去找了一个老板，就做装卸的，1个月能给我3-4千块钱。我心想干几个月我就钱够了，我就说就可以回家。后来我就干了几个月，把钱挣够了，挣够也1万多了。挣够1万多之后呢，我就准备拿着钱回家。后来我们那个一块的哥们就说，我家老婆他说是干保险的，这个保险呢他说1-2个月就能翻倍。我心想能翻倍钱更多嘛，我就信他了，把钱交给他了。交给他之后呢，我就等了1-2个月之后，好，我去找他要钱，他说赔了。我说赔了没有办法，后来手就回去了。不是你失去自由了吗？有人关押你吗？你不能打个电话吗？你不能写封信吗？你不能拍个电报？不能带个口信吗？那个我是没有脸面，我就没有脸面。你走，你家里面有一个怀着你孩子的女人在那儿，你交代一句啊！
后来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把孩子生下来，带到1岁3个月的时候，他一直是离开了我1年半的时候，他才回来。当时我就住在10平米的黑房子里头，我没有钱呀，我租不出房子呀，他妈妈也不管我呀。你回来的时候，找到我的时候，我为了孩子，那时候我就想，没有爸爸，孩子是不会健康的，所以我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。啊，我说他为什么还要跟他？他怕儿子没有爸爸，所以就要跟他，是这意思吧？咱们为了孩子，是应该把家搞好，对吗？你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低不穷，高不住。我给你托朋友找的工作，你是去了，你会开车是吗？你一个月当时3000块钱1月，1年就是3万块钱，够我们一家生活的很好很好。可是等我去看他的时候，10天也没来电话，20天还没来电话，1个月的时候我就看到的时候，我朋友说，你老公早就不在这里了，又去做。不是你又干嘛去了呀？我去打工了。这不是有工你没打，你去打什么工啊？他找的是我自己也不愿意，我说我自挣钱讲，我就没那个。那你打工是不是应该跟老婆说一句啊？我跟他说因为我老想看孩子，他为我看孩子，心里有顾虑，我也不想那个。什么叫不让看孩子？什么意思呀？我不是不让你看孩子，你可以去挣钱，你不能在家里等着吃等着喝呀。孩子我可以去照顾，我可以接送啊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看孩子呢？他是应该去挣钱，不是不让他看孩子呀，是吗？那我看孩子，他回来之后，你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吗？是。那怎么叫不让你看孩子呢？对呀，孩子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你为什么说我不让你看孩子呀？是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吗？一起吃饭，不一起睡觉。什么意思啊？分居了是吗？对。等于你回家之后你们就分居状态是吗？所以你让他回来只是要一个给你和儿子挣钱的一个男人，是这意思吗？挣钱是你的任务，是你的责任，是一个男人的担当。那么，你回来的时候，我还要养着你呢。你挣个钱回来吗？你每次回来都是找我要钱。我说我身上没有钱，这么多人，我没有攒上钱。不是，后来这个回来之后啥解释啊？打工去了，是吗？向我借钱，我没有。向你借钱啊？还是我借钱没有？干啥？在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当时有一个金首饰、金手链、金项链，他就把我拉走了。我就这么一点东西都不是你给我买的，是我妈妈给我的。干嘛就把我这么多年都是靠着两家来救济我、帮助我，你这么狠心的拉走呀？是拿走了吗？是的。干嘛了？我拿掉那个东西之后，我就去把它卖了，卖了之后我就找了一个哥们，他是开专卖店的。我们2个合伙干，挣了钱我们一人一半。挣了钱了吗？后来钱是挣了，挣了之后，但是分钱的时候他就不给我了，他说我们没有那个协议。后来我们就发生冲突了，动手了。后来也没有钱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没办法，后来又回家了。那我回来我就问他，那你回来又是干什么呢？他说这是我的家呀。我说。你还好意思是你的家吗？当时我说话就冲了一些，他对我动手了。哦，动手了是吧？所以说先生，离婚为了不影响孩子，我们是没有得过孩子。我说，你只要不伤害我，我什么都可以。所以为了孩子，这先生离婚了，他也同意了。
那就是离了就离了吧，你过你的生活，人家过人家的生活，你反正也没起到一个丈夫和爹的责任。你现在回来干啥？我也想把这个家缅怀这个家，因为我前2次都是受骗了，我也以后我也想就是好好挣钱，多给家里一个。行，您这6年挣了钱了吗？我现在找了一份保安工作，做保安。对。啊，每个月一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钱，都存在卡里面，到时候我交给我老婆。存了吗？我存了。现在存了几个月了？存了1年了吧。哦，已经存了1年了。啊。哦，那你在离婚这6年期间给孩子抚养费了吗？没有，1分都没给。对，我现在一次性给他。我想问问，这6年没有他的日子，你跟儿子生活的好吗？我们生活的很好，生活的很好，孩子也很听话啊。但是我的精神上没有那么的压抑了。哦，精神也没那么压抑了，所以其实对您来说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见到超音时候比较害怕，是吧？对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日子，我就是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。但是在离婚这6年当中，我很安静，很踏实。你一天不停止哭泣，你一天不嫁人，他就永远觉得他有机会。一个男人能够让一个女人幸福，说明他有价值。但如果一个男人让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怕他，他也挺有价值。而你上台之后的每一声哭泣和激动，都在说明他是有价值。当然，这个价值是打双引号的。你越哭，他越认为其实你还念着他；你越情绪激动，越有那种强化的感受，他越认为我回来是有可能的。如果你是微笑的、很平静的站在这儿，就像他一样，我相信他可能已经心如死灰了。你只要跟他有话说，你只要跟他一说话你就情绪激动，你只要一跟他说话就翻老账，无疑都是在加重他的自我感受。他内心都会在想，你看，你依然对我有这么浓厚的感情，你能说你在情感上对我没有依恋吗？你的表情表现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你内心真死了心呢？我不认为。我觉得一个真正对于男人死心的女人，是要坦率地承认这个男人曾经存在过，不要去控诉他，也不要情绪激动。这就是个人，是一个曾经你的丈夫，也是现在孩子的父亲。你就把他放在那儿搁着就可以了，你过你自己的日子，你何必那么情绪激动呢？当一个人认为我在你的生活周围，你天天都看得见我，却对我毫无感觉，我大概也就真的认为我没有希望。有一句话叫做原谅别人就是放下自己。我没有说让你原谅他，我要让你放下他，你就能放下自己。其实儿子能怎么样呢？你说儿子会教训他？不会的，毕竟是儿子的。儿子现在只有一件事儿，就是现在他看了电视之后，他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你含辛茹苦的妈，将来的日子能过得安生一点。倒不说有多幸福，能过得安生一点。所以，你是不是该为自己想一想？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记住见到